你是否曾为生活慌张，也偶尔会为现实而沮丧？哭一场也无妨，只要记得眼底有光。你是否还来不及遐想，就遇上了一路跌跌撞撞？梦想什么答案，需要我们亲手去协商。改变不了天气，就改变想象。没有成功，也要成长。当你试着把脸迎向太阳，就能背对黑暗。这一刻起，加码梦想，更进勇敢，学会去疯狂。就算天再高，又能够怎样？踮起脚就更接近希望。这一刻起，加码梦想，卸下倔强，学会去原谅。未来也许有失望，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哎，来，慢慢来。怎样？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还会痛吗？别这么紧张，医生不是说我恢复得很好吗？你之前一直睡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，担心死我了。你不生我的气啦？生什么气？你现在平安无事啊，他高兴都还来不及啊。对呀，只要你平安无事，我才不生气。哦，何况你现在已经看得到马老师了，我替你高兴才对。真的，以后不需要你帮我传话了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假传圣旨。偶像，你就不要再怪他了。不怪他怪谁啊？如果你好好传话，小倩也不需要去偷杯啊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啊，是德明想出这种偷杯子的馊主意。偶像，怎么了？不是你们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所有的事都是因我而起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人杰跟德明也不会惹上那么多麻烦。干嘛突然说这种话？没了，发一下牢骚。哎，我爸爸还在跟医生说话。他不放心你的情况，所以问的比较仔细一些。来，你最喜欢的咖啡？我都没有说我要喝咖啡，郭仁杰，你不是说不气了吗？我不气你，没有说不气他。要不是他，会搞成这样吗？我会偷杯，还不是担心你把 AI 精灵杯给马小宝。那他还骗我去打球，打球就算了，他还故意让球给我赢，你就那么瞧不起我嘛？好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低估你。哈嗤！下次我全力以赴，还下一次？没有下次了。我这次给小倩面子，我不跟你追究。懒得死了。好，等我出院了，请你们去喝好咖啡。对不起，爸，我又闯祸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跟警方说，我跟佘小倩有私人恩怨，是因为上次直播的事，我才去找他报仇的。总之，我自己闯出来的烂摊子，我自己会收拾，不会连累你跟公司的。你现在都已经这样子了，你还逞什么强？公司的事就不需要你操心，你顾好你自己就是。爸，你为什么不骂我啊？
我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你都不骂我，是不是对我已经彻底失望了？自从我进了公司之后，我就没有做过一件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的事。本来想借这次的机会，好好表现给你看的，结果 AI 杯没抢到，还闯了这么大的祸。你骂我骂的对，我就是一个不成器的儿子。儿子不成器，是我这个父亲的失败。我对你严厉，是因为我对你的期望很高。可是我的教育方式错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一直以你为荣。爸，你知不知道我等你这句等很久了？儿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帮你找最好的律师。我不会丢下你不管。对不起了，爸，对不起。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两父子不能再踏进挖岛了。车子、房子是你这2天内通通交出来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。你吃里扒外，跟外面人串通起来骗公司的钱，等着做老板。大哥，我们现在只是在他的背后偷赚一点小钱罢了，他至于这样赶尽杀绝吗？要不是你帮了他那么多年，挖岛宝会有今天啊！现在他成功了，他居然想一脚把你这个老臣子给踢开，你还是他亲生弟弟呢！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任何损害他利益的人，就算是家人，他也不会放过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难道就这样乖乖的离开吗？那还能怎么样？啊？既然他不念亲情，那为什么要对儿仁慈啊？你说什么你啊？老爸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啊！谁也别想把我从这个位置拉下来。不要怪我，是你逼我的。喂，你用点力啊！你啊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。喂，脱你的外套，跟他争一下，争一下。
这么晚了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物件，要马上把它运出去。什么物件那么急？这是……你们杀了马大宝！我就是来找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。马上离开这里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你该不会是想去报警吧？我怎么敢？你们快走吧，就当做我没有见过你们好吗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如果这件事情漏出去的话，你以为你可以置身事外吗？我只是答应过你们带家伙，我没有答应过你们杀人的。要不是我对我大哥下手，他早就已经去报警了。你以为你还可以安安稳稳的站在这里吗？那也用不着杀人啊！只要你肯帮我这个忙，将来挖到宝所有的物流服务全部都交给你的公司来处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肯不肯帮我？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把我哥的尸体放进货柜箱，然后让这货柜箱掉进公海，再然后把它当成是一场意外来处理，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。他是你哥呀，需要那么绝吗？我就是要马大宝永远消失。看什么？还不快点来帮忙！哇，这个很重。来，关门。你来干嘛？我听说你儿子被警察扣留，是真的吗？那他会不会把我们的事情给说出来啊？你就是个废物，杯子偷不到也就算了，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。要不是他死都不肯把杯子拿出来，我儿子今天会变成这样吗？对不起。我儿子那边你不用管。你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就是了。还有，那天晚上的事绝对不能够留下手尾。再有什么差错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要去哪里？去朋友家住。等等，谁同意你这么做的？我不准你搬出去。我已经跟妈咪说了，她也尊重我的意愿，希望你也一样。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就自作主张，你当不当我是你老爸的？就是因为我当你是我 daddy， 我才会那么痛苦。你以前不是跟我说，做人要脚踏实地，不要为了利益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吗？
结果你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。不如我陪你去警局，把马大宝死的真相全部告诉警察，还有把你手上Gold Ridge的股份全部还给德明。这是我跟马小宝之间的事，你就不要再管了好吗？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想着你自己？现在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？Daddy， 你甘心一直被马小宝摆布，永远抬不起头做人吗？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小倩，哎，恭喜你出院了，送你。谢谢。哎，你爸跟德明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早就来了，他们去办出院手续。哦，舍不得你的马老师啊。马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出证据，把害你的人绳之以法，还你个公道。我的事情，你们两个不用帮我查了。总之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事，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。对呀，之前我想逃避，你还一直骂我。偶像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，让事情真相大白的。哎呀，我叫你们不要管就不要管，我不需要什么公道，啊？为什么？我不希望你们两个有危险。再说马小宝是我亲弟弟，他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有责任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已经死了，就算找出真相，我也不能够死而复生，对吗？可是你甘心死不瞑目吗？你之前那么坚持要为自己讨回公道，为什么现在突然要放弃了呢？是不是那时 AI 杯被撞到，里面的零件都被撞坏，连你也失常啦？我也是觉得你怪怪的。好啦好啦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大惊小怪啦。人未成长，鬼也一样的。我就不想斤斤计较，变成熟了不可以啊？你这不叫成熟，根本就是成佛了。我本来以为老天爷给我一个做鬼的机会，是不想让我死不瞑目，找出真相。但是我发现我错了。人什么时候放下，就什么时候没有烦恼。再说我也不知道能够留在两个人身边多久，所以我想好好珍惜啊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为你鼓掌。为什么现在不可以？你成熟了，成长了，我也跟以前不一样。你刚刚说的话前后矛盾。有什么矛盾？你一定是忘记你以前说的话。人是不可能轻易改变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。是啊，马老师，你可以不追究，可是做坏事的人必须承担后果。你可以不需要公道，可是这社会需要。说得好。哦。财叔，这个叫安哥罗的老船员工作记录那么差，明明是被开除的，怎么公司还汇了一大笔钱给他？哎，安哥罗。哎，小老板，安哥罗啊，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。什么事啊？4月的时候，公司有一个货柜箱掉进了公海，那天晚上是你负责开船，对吧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最近我想跟进公司的账目。想要了解保险赔偿的事情，所以那天晚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
那天晚上就跟平常一样，我去上班，可是船走到一半遇到大风浪，可能是他们没有绑好，那个货柜箱就掉进海里咯。发生这种事情，大家都不想的。哦，是吗？什么事？行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先别紧张，赶快收拾东西，我会尽快安排你出国。啊。你看，你儿子都查到你头上了，你告诉我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做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把那个船员送出国了，该善后的我已经善后了。如果他继续查的话，也查不到什么东西的。你放屁！现在你儿子偷偷潜入公司偷看录影片段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也有份的。要出什么差错，你也别想撇清关系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总而言之，阻止你儿子再查下去，要不然的话，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听到了没有？你真以为我不会向警方交出证据，揭发你的罪行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如果敢碰人杰，我就让全世界的人知道，你就是杀死马大宝的凶手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说呢？不要踩到我的底线，大不了大家一块儿死。马大宝的尸体在你的手上，你好自为之。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医生，我以后会不会留疤？放心吧，你的伤口愈合得很好，应该看不出来的。放心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里你都是最美的。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，你们男人说的很容易。那你要我怎么负责啊？哎，医生，那这伤会留疤吗？留疤也没关系，这是我保护你的最佳纪念品。好了啦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你们是认真要我看你们打情骂俏吗？如果那天我真的永远醒不来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可能会伤心很久，然后一直不吃不喝，直到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被送进医院。就在那里遇到一个漂亮的护士小姐姐，然后在她的扶持下，慢慢的振作。然后和他一起约会看电影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还结婚生子，组织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满意吗？听起来好像不错，不过你好像不是很满意啊。谁叫你问我这种笨问题啊？
如果我是那个先离开的人，我不要你为我伤心，你一定要勇敢的继续往前走。如果想为我哭，只要为我哭1天就好了。哦，做不到。为什么要阻止自己想对方呢？这一点都不符合逻辑。那怎样才符合逻辑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生命里注定要有遗憾，那就趁年轻，把偶像剧里的浪漫爱情都经历一次。偶像剧里面的浪漫。我希望能像偶像剧里的女主角一样，躺在厚厚的雪地上，什么都不做。流星悄悄划过黑暗中的夜空，匆匆。只要有喜欢的人陪在身边，做什么都会觉得很开心。留下你的笑容，心中绚烂闪烁，未曾有过的悸动，徘徊在十字路口。我觉得所有女生都应该经历一次超级无敌甜蜜的告白，一定要闪瞎全场人的眼睛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永生难忘的美味佳肴。这里就是让你永生难忘的餐厅。怎么一段时间没来就结业了？没关系，我们去别家都一样的。不一样的。还在纠结餐厅倒闭的事，连老地方都挽救不了。我刚看到新闻报道，原来老板年纪大了，儿女又不肯接手，加上租约到期了，他没有办法才选择结束营业的。本地有很多老店都逃不过同样的命运，就是因为下一代不愿意传承，所以很多美好的回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消失，确实挺可惜的。其实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吃路边小吃，我也会觉得很好吃。东西好不好吃是其次，我最不舍得的是那里的回忆。那家餐厅是我爸爸妈妈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他们每次谈恋爱都会去那里。听我爸爸说，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那边的气氛。后来他们有了我，我也慢慢变成了那家餐厅的常客。我妈妈离家出走后，每次爸爸想要起她，他都会带我去那家餐厅吃大餐。
不知不觉的，那家餐厅也变成了我和爸爸的老地方。回忆是最珍贵的东西，有钱也买不回来。现在那家餐厅倒闭了，感觉就像以前的回忆也都会消失。我没事，快点吃吧，食物都冷了。你记不记得4月18号那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公司？那就要问王博了。我记得4月份都是他在保安室值夜班的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他5月没做了，说是要回马来西亚享清福。怎么那么突然？我记得他走的时候还很开心，说公司给了他一笔养老金，他还说要回老家做一点小生意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方式我可以联系王博？他回去之后，这里的号码就停用了。这不是马英伟的车吗？ Can you rewind this part? Sure. Are you sure this is from 18th of April? Yes, look here. 马老师出事那天晚上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德明会出现在仓库？难道和马老师的死有关？ 该不该把这个发现告诉小倩？万一只是一场误会，小倩会以为我故意闹事吗？大事不好啦！未来大嫂被抢走啦！哼，抄袭偶像剧桥段告白，没创意，排场倒是挺大的，有钱就是不一样。别怕，只是告白而已，又不是求婚，谁敢保证？ 明天不会分，老大，要不要我们帮你制造机会？你们3个不要乱来，他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不需要你们多事。我尊重小倩的选择，谁让小倩伤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马德明，你也一样，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 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艺术疗愈课程。通过绘画，不但能陶冶我们的心情，还能唤起我们内心潜意识的想法与无限创意。我希望大家能画出你们此时此刻心中第一个想到的画面。 谢谢你，这位同学画了这么多笑容，这是笑脸爸爸和妈妈吧？没错，这些是小朋友的笑脸。这么多小朋友，你是要娶母猪吗？能为大家介绍你这画，想要表达些什么吗？这是我对未来网购世界的期许。
商家们就像父母一样，只要父母的心态摆正了，积极、乐观、正面的父母，才可以养育出良好的下一代。一个好的销售平台，才可以营造出健康的购物生态环境，让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关怀，还有人性化的交流。这位同学画了一家大小的笑脸，看似天真烂漫，但内心其实是个理性、非常重视事业、不太讲究浪漫的人吧？浪漫是需要金钱堆砌的，没有事业，怎么打造出完美的浪漫？之前的浪漫，他也觉得是在花钱吗？万一我们真的结婚生小孩，他不会跟我一笔笔算账吧？谢谢。好，那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同学的画作吧。这位同学，不行，我还没画完，我画错了。没关系的，有关系。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可能还没有准备好，大家今天没有眼福了。对对对，不要污染大家的眼睛。马先生，这几款是我们今年的得奖设计。平时很少见她戴戒指，不知道会喜欢哪一款。嫁给我。马先生，哦，就要这款。好的，那请您稍等。哎，德明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看到你这样。今天特别安排这个。我们叔侄俩啊，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吃顿饭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记得你最喜欢这个品牌的红酒，来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喝2杯。来 ，cheers。有话直说吧。如果是马英伟的事，留在法庭跟法官说。大家都是亲戚一场，就不要这么绝了，好不好？当初你吞并 Go Rich 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我们是亲戚了？ Go Rich 的事是叔叔错了。你要是要报复，你冲着我来。你堂弟他年纪还轻，他也只不过是一时冲动，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嘛。如果那天我跟任杰晚到一步，你说你的宝贝儿子会不会一时冲动杀人灭口？德明，是叔叔求你，我们大事化小，将来我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。只要你在法官的面前帮英伟好好的求情，说2句好话。那你是要我知情不报，还是妨碍司法公正？叔叔，亲戚一场，你不会害我吧？你想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你帮英伟。我已经在帮他了，让法官帮你教育儿子，不好吗？马德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，是你儿子踩了我的底线。我绝不容许任何伤害小倩的人逍遥法外。你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如果没有让你的儿子受到应得的惩罚，我才会真正的后悔。对了，这个牌子的红酒，我很久以前就不喝了。
张叔，哎，任杰，来进来。你找小倩呢？她跟德明出去了。哦，我来找墨镜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弄丢了，所以上来找找看。好，那你自己找吧。我煮了凉茶，你要不要喝？不用了，江叔。哎呀，我拿给你喝，反正我都要拿一些去给街坊们喝。来，谢谢。迟一步没关系。强叔支持你。小倩回来你就约她去看电影，去逛街。哎呀，慢慢来，急什么？该急的你不急。小倩出院后啊，就跟德明走得很近，你要加把劲啊。江叔，其实小倩和德明他们，德明一副桃花相，看了就不放心了。你就不一样，你老实，肯吃苦耐劳。我也没那么好，有信心一点可以吗？龟兔赛跑你听过吗？小倩虽然是上了跑车，但是你有那辆小摩托车在后面一直追，只要跑车还没有开进礼堂，比赛就是还没有结束。摩托车追跑车，是啊，有问题吗？江叔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不过你喜欢我也得小倩她。小倩她不是不喜欢你，她只是没有机会比较。德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只是比较成熟，比较有钱，比较聪明。没比较没伤害。人比人气死人。喝凉茶。江叔，你今天不用开店吗？对呀，顾着跟你聊天，都忘了有顾客要到店里拿鞋子。我不跟你多说了，你自己在家等他吧。还有，记得我刚说的话，小倩一回来你就带她去看电影，不到最后一秒不放弃。你有小摩托车，踩油上啊！我就是不太喜欢太聪明的男人。走了，拜，江叔。什么事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肯定没什么好事。上次意外后，你就不让我们查你的死因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？没事啊，就不希望你们两个再有危险了。你是怕我们查出4月18号那一晚，除了我爹地，德明也到过嘉诚物流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关德明什么事？你是不是记起了什么？你想隐瞒什么？你不要胡说八道了。你的死和德明有关？没有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要乱说。你不要诬赖德明。当初你不惜一切要我查我爹地，想找出自己被害的真相，那份决心怎么突然没了？我说够了，这件事情不需要再查了，我不需要任何真相。我需要。你干什么？啊？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德明，问个清楚。你不说是吗？让德明说。任杰，任杰。任杰，拿这杯干什么？我发生什么事？其实他来找我叙旧。叙旧，在家里叙旧好啊，为什么要带你出去？而且你们看起来比较像闹意见。你说的没错了，他遇到问题要我给他意见，但是忠言逆耳，给了意见他听了不高兴，在那边发脾气。所以我说任杰，说话前真的要三思。说出去的话跟放出去的箭是一样的，没有回头路，伤人伤己又解决不了问题，这又何必，对吗？我刚才总有原因才让对方无法了解你，总有原因才彼此疏离，在爱里谁不努力？总有原因才让对方无法陪伴你，有些失去也许
会换种方式重新回来找你。别让体谅总在深夜里肆意